No China。你说这个韩国啊，一边跟咱们中国闹别扭，又是文化挪用，又是间谍渗透，恨不得啊把反华两个字就贴在脑门上。可另外一边呢，对着美国爸爸那叫一个跪舔啊，简直要把这个膝盖焊死在地上了。这到底是咋回事？今天咱们就来好好唠唠。话说最近韩国啊要选新总统了，这选举嘛，本来就是件严肃的事啊。可是到了韩国就变味儿了，各种妖魔鬼怪都出来了，尤其是反华这出戏，那叫一个精彩啊！哎，你听听这些口号啊：中国间谍渗透韩国，中国黑客干预选举。哎呦喂，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说的跟真的一样啊！不知道还以为要爆发世界大战了呢。其实啊，这都是韩国那些极右翼政客搞的鬼，他们呀就想靠煽动老百姓的反华情绪来给自己捞选票。这招啊，其实就是跟咱们这儿的标题党一样啊，怎么吸引眼球怎么来。就说那个尹锡悦啊，之前搞了个什么戒严计划，结果被曝光了，哎，一下子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为了转移这个老百姓的注意力啊，他突然宣布抓了99个中国间谍，结果呢，到现在也没拿出啥证据来，这不就是典型的转移视线吗？为啥反华这招在韩国这么管用呢？说白了还是经济不行闹的。首尔的房价那是出了名的贵啊，普通老百姓啊不吃不喝得干19年才能买套房。这年轻人失业率也高啊，看不到希望啊！你说这老百姓心里能不憋屈吗？这政客们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啊，把中国当成替罪羊，哎，说这都是中国抢他们的饭碗，房价都是中国人炒起来的。哎，还有更离谱的啊，有个韩国政客说，韩国选举系统的密码是12345，跟咱们中国的便民热线是一样的，所以就是中国干预选举。12345 같은 시기였습니다. 어떻게 국민들이 선거 결과를 신뢰? 전산 시스템 비밀번호 12345는 조합하기도 이를 데 없지만 전국 중앙정부하고 지방정부의 연결번호입니다. 我去，这逻辑啊，真的是跟印度有一拼啊！这都能扯上关系啊，这真是脑洞大开啊！连美国爸爸都看不下去了，出来辟谣说没发现任何中国干预韩国选举的证据，这下可尴尬了吧？哎，其实啊，老百姓也不是傻子啊，但是人在焦虑的时候，他就容易相信那些符合自己偏见的信息。政客们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把老百姓啊当猴耍呢。这韩国啊跟中国的关系啊，那叫一个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啊，经济上是离不开中国，另一方面啊，又是各种看不惯中国。去年中韩贸易额高达3280亿美元，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可就在这个韩国人喊着滚回中国的时候啊，韩国对华出口却暴跌了31.8%。你说说这韩国是想跟钱过不去吗？文化上的冲突啊，那就更多了啊！这个韩国人啊，老觉得他们是单一民族，对外来文化特别敏感。中国人过春节用拱手礼啊，他们都觉得是不尊重他们的韩国礼仪。有个中国妹子在网上穿汉服，结果被韩国网友给骂惨了，说中国文化盗窃。韩国人是我目前为止认识的对自己的民族没有质疑。我今天穿这身出来吃饭，还有台湾商在洗的是这身。那的一点韩国，然后就刚刚就路过两个韩国人，然后上来就跟我说是韩国人呢，是，说哎，这你是不是韩国的呀？Excuse me，我的天呐，我的天呐，前也是有一次我穿明制坐火车，也是被他们说这是他们国家的衣服，脸真大呀，真的是。还有之前我印那个同学，然后同学跟我说快，你们是他们国家发明的，我哪看我今天这身不是汉服啊，亲汉民女装，那跟汉服没有1毛钱关系吧？真的我就不能理解，就是你们国家这些人真的是哪有那么带脸呢？怎么什么都是你们国家的呀？韩国艺人宋智雅发了一张穿汉服的照片啊，她竟然说自己穿的是韩服，这衣服上可全是咱们中国的元素啊！裙摆上是中国的织金马面，头饰啊是中国的青金玉簪，头冠也是中国的宋织女冠。她这种明目张胆的窃取，实在令人气愤。难道韩国什么都要靠偷吗？可韩国学者徐宗德呢，天天在网上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啊，这双标玩的真是溜啊！韩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印象特别差，80%到20到39岁的年轻人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他们就觉得这个中国崛起啊，威胁到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但是那些经历过韩国经济飞起的老年人啊，就更重视跟中国的经济合作。在韩华人啊，现在是真难熬，在餐馆打工都害怕被认出来自己是中国人，出门都得小心翼翼的，生怕惹上麻烦。这更可气的是啊，韩国还没有反歧视法，华人被欺负了都没地方说理去，警察呢也不管事儿。
华人报警啊，他们就拖拖拉拉的。华人啊想组织个和平集会啊，还得被各种审查，签证啊现在是越来越难办了。好多在韩国生活多年的华人啊，都面临着被遣返的风险。中国政府啊也想帮忙他们，又是跟这个韩国啊谈这个自贸协议，又是加强领事保护，但是效果有限啊。当然了，也有一些韩国人啊也是支持这个中韩友好的，但是他们这个声音啊太小了，根本没人听。其实啊，这反华是面子，是给国内老百姓看的，但是这甜美才是里子，是关系到韩国的安全感。你看啊，这个韩国总觉得这个朝鲜在边上虎视眈眈，自己又势单力薄，所以啊就得赶紧抱紧美国的大腿啊，让美国罩着自己啊。这就像啥呢？哎呦，就像这个小孩子在外面受了欺负啊，回家找家长撑腰一样。韩国呀，时不时就爆出美军欺负老百姓的新闻，轻的打人骂人，重的强奸杀人。但是韩国人呢，总是忍气吞声，还说美军虐我千百遍，我待美军如初恋。你说这个韩国人啊，这平时不是装的挺高傲的吗？怎么一到这个美军面前就怂的跟什么似的？5月11日开始，美军搞了个基地开放日，让韩国人参观美军的武器装备。结果呢，这个韩国人啊，就像追星一样啊，哭着喊着要跟美军握手合影啊。自己的国家啊，被外国军队驻扎，还要摇尾乞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都是什么毛病啊？韩国代总统跑到美军军营跟美军司令商量安全合作，这不就是变相的承认韩国是美国的附庸吗？特朗普呀还想减少驻韩美军人数，要挟韩国呀提高保护费。这韩国人啊反而急了，赶紧求美国爸爸别走。哎呦，这驻韩美军啊就跟这个太上皇一样啊，在韩国那是作威作福。韩国人啊还觉得离了美军活不了了。这美军在韩国那可是有免罪金牌的，他们要是犯了罪啊，韩国法律根本管不着。从1967年到1991年，美军在韩国平均每年要犯1000多起案子，什么杀人放火、强奸抢劫啊，他啥都干呀。但是没有一个美军啊被判刑。韩国政府啊为了讨好美军啊，还在这个美军基地附近啊搞特区，让这个美军啊在里面执法，甚至可以逮捕韩国公民，还让韩国的女人啊去服务美军，搞什么健康体检、美容培训，真是丧心病狂啊！韩国最幸福的人根本不是财阀，也不是总统，而是韩国的太上皇驻韩美军。拿着韩国的钱，泡着韩国的妞，杀人不用偿命，抢劫直接免罪，驻韩美军到底有多猖狂？2名14岁的高中少女被一辆52吨重的装甲车当街碾成肉饼，受害者家属悲痛欲绝，那肇事者却被无罪释放了。这便是发生在2002年震惊全世界的韩国装甲车杀人案。肇事者为何能如此潇洒呢？很简单，他们是驻韩美军。事故发生后，美军第一时间封锁了现场，并宣称这只是一起意外。随后2名肇事者被遣送回国，美国法庭判定他们为过失杀人，当庭释放。此案在韩国民间掀起了巨大舆论，不少民众抗议要求重审，最后却只换来小不实的一句 I'm sorry。 那道歉并不能挽回2位花季少女的性命，更不能改变美韩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美国在外驻军不少啊，一般都会向所在国家支付租金，唯独韩国除外。韩国政府不仅免费给美军提供基地，还主动承担人家的食宿费。根据21年3月份韩美双方签署的第11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自2021年至2025年，韩国每年需要向美方支付保护费，防卫费 10.3亿美元，以维持驻韩美军的运营。有如此优待，美国大兵们想过的苦都没门啊！根据相关报道，驻韩美军的平均工资能达到2万美元每月，折合人民币那就是14万多，一年下来光工资就是170多万人民币。韩国目前有10几个美军基地，基地设施堪比富人区，不仅有医院、学校，还有高尔夫球场、游泳池、电影院等娱乐场所，连电费都比普通韩国民众的收费标准便宜很多。这小日子过得比韩国财阀还滋润。美军除了在演习时会开几枪外，其余时间就是到处潇洒啊！出了基地，他们依旧是爹，吃饭打车不给钱，夜店酒吧不买单，妥妥的韩国太上皇。韩国人对美军的崇拜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们就自愿认爹了啊！当时一大批美国军人深陷越南战场无法自拔，打也打不赢，出也出不去，身心俱疲，几近崩溃。韩国见状，立刻派了一些明星前去慰问，这其中就有一个叫韩国小猫的女团，表现得相当亮眼。
他们曼妙的舞姿让美国大兵横扫丧气，做回自己，得到了美军的肯定。韩国政府热泪盈眶，他们认为这是精神救赎啊！自家军队也得效仿起来。从此，韩国女团慰问部队成了惯例，韩国士兵能享受到女团慰问的福利，还真得感谢埋在越南泥沼里的那些美国大兵。不过，女团慰问这种都还算保守的，接下来的操作才是刷新三观。美军来到韩国驻扎之后，远离家乡的老婆，身体与心灵都表现出强烈的思乡之情。为了排解郁闷，美军开始对基地附近的韩国女孩下手。很快，韩国政府便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吃穿住行都安排好了，怎么就落了这回事呢？他们立刻开始大肆招募女性爱国者，鼓励他们为国献身。1960年，驻韩美军总数才6万人，登记在册的女性爱国者数量竟然超过了2万人。韩国政府对此服务很是热衷，每年都在扩建各种娱乐区。最后还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看不下去了，亲自给韩国总统朴正熙写信，说你们要是继续壮大这个行业我们就要撤军了。在老爹的恐吓下，韩国总算是收敛了，对那些娱乐场所进行了些许整改。美军还经常搞一些亲善活动，比如什么美军帮送蜂窝煤每年冬天这个美军都会去给韩国的穷人送煤，然后让这个记者拍照，这不就是作秀吗？总而言之韩国现在就是一种扭曲的状态一边是极度自大，这一边又是极度自卑。那这种宇宙大国的心理疾病得治要治好这种病就必须得找对医生。驻韩美军归根结底它是外来搅局者，是地区和平稳定的威胁者，他们从哪里来就应当回哪里去，爹可不能乱认好了，希望韩国能早日摆脱这种精分状态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